来，我问问大家哈，大家的握拍结构是什么样的？来看看我，第一种，看看哪个是对的哈。来，哪个是对的？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来，大家告诉我，我讲的是正手弓和反手弓哈，哪个是对的？哪一种握拍是对的？这个虎口也很重要，所以确实应该拿出来讲一下。有的人说第一个是对的，这个握拍啊，大家可不能小看它，这个握拍可重要了，因为这个握拍它直接决定的我们能不能这个对我们的一些技术它是很有影响的。你的握拍姿势不对，那就不行哈，握拍姿势不对肯定不行。好，来我跟大家说一下正确的哈。第一种是什么呢？我们在握拍的时候，如果你第一种往下放，你会发现什么？手腕太松，手腕太松啊，因为什么？因为在你转动的时候，这个虎口留出了看空间，所以你打球的时候容易什么？腕子松甩容易太松，容易甩这种问题。所以说这个虎口的第一个肯定是不对的，第二个卡得太死。我在握的时候，你看卡得太死，这是一个发球握拍的角度。我们用这个叫我们统称为拍肩的位置啊，就这个位置。你在握的时候，你要掐到拍肩的上方的话，这个位置握，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呢？太翘。等你想摩擦的时候，手上不放松。太紧，打球僵硬。第三，我们再讲一下，那么第三是什么？它要握到拍肩的哪个位置？大家看，我正掐拍肩的中间位置，那就是这个位置。我既不偏上，也不偏下。第一种是偏下，第二种是偏上。我掐住拍肩的这个位置，看，掐住。我们再来看虎口。这个时候虎口留出了充足的转动的空间我现在是以横板为例给大家讲的。那么它转动起来，它既不是很死，不影响我的手腕的转动，它同时又让我的手腕和这个虎口之间留出了制动的空间。所以我认为握拍很关键大家可以回去自测一下，看看自己是偏下了还是偏上了。你看还有这么握的，这都是错的。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说，就是咱们的这个位置因为我是打横拍的，所以我对横拍的握拍精准度把握的很高。横拍呢，这个虎口别忘了掐住中间的位置，然后这个大拇指我们普遍容易出现的就是这样的。那我刚才说了，这个握拍如果是这样的，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它反手发不上力，这一节是空的，拍头是空的，它就晃，所以你的大拇指得贴住我的胶皮，看压实大拇指。第三，我们普遍握拍的时候有一个什么问题？这个位置看空的，自己明天拿咱球拍试一下，这个位置空的，你会发现啥呢？打球的时候手掌用不上力。那手掌用不上力，本身手这5个手指就是传导我们球拍的，手感和球性哪来的？不就是靠手上的感觉来的吗？所以如果手掌用不上力，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位置一定要把它掐紧，大家看，掐死，没有空间。无论手大手小都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握的时候你发现这有空间，那么你的手感传递就会差很多。比如说在摆短防守上是尤为明显的，就这些细腻的技术里面，手感的要求是很细腻的。如果你掐不住，你的手感的传导就没有那么清晰，你就会影响你的水平。所以大家要握实，好不好？要握实。好，第三我要说的就是反面了。仔细看这个反面可关键了。好了，我们说反手了首先我们都听过，肯定好多人打一打就变成这样了。其实这种原因是什么导致的？是我们在后面你会感觉到手指顶着球拍，好像拍子打过去的球更有力量，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个食指应该放到球拍的
下半部，接近于我球拍的哪个位置呢？整个胶皮的左下角哈。以我这样为例的话，是整个球拍的左下角。你看，好，那么高手他们的反手胶皮这个位置全部被磨到那种鱼鳞状。就像我们打球打到一个点集中以后，它就变成球印儿，像小鱼鳞似的，一个点一个点的，都在这个位置会出现。因为这张胶皮我刚换了1周吧，还没把它打起鳞。实际上我们应该是这个位置产生这种鱼鳞状。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大家仔细看我的手上，我在正手拉球的时候或正手攻球的时候，你看这只手指带动的是我整个的拍面，对吧？你看正手攻球拉球，哇，这个手指重要了它就相当于我反手的大拇指一样。打得好的人手指都用得上力，如果你感觉你的手指用不上力，实际都是你的臂在用力。为什么说手指打得好的人靠手指呢？因为手指是挨着我们的球拍的，接着我们的球拍，那么这个地方的手感是非常清晰的。我想控制，我想发力，我想怎么样，其实是手指的传导性很重要，手感也是这样来感受的有的人打球没有手感，有的人打球手感好，实际就是他的手上的这种感觉把握度，把握的力度也好，他的速度也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这个正手位的反面，食指的重要性就很重要了。如果我们在打的过程中是这样的，你看那会导致什么？它必然正手是一个翘拍的状态所以你食指应该掐住我们球拍的下半部。我在正手拉和发力的时候，注意看我的手指变化。再看注意看我的手指变化，来放松放松，顶拍顶拍，你会发现什么？你的手指这个位置在顶拍它不是什么我就放在这儿它不是我就放在这儿，这没有用。有的人放在这儿，这还能放个手指进去，用不上劲儿，它是紧紧的贴合在我们的球拍上。那我在拉球的时候，大家仔细看我的手指，连它都有制动的连我们的手指都有微小的制动，它是顶拍发力的，顶拍顶拍顶拍，看到没？对，食指没用上劲儿，是不是食指没用上劲儿，所以顶拍顶拍顶拍。正手位你看我拉球的时候如果它窜了，手指也是没用上劲儿，顶住我们的球拍，实际是带动我们的球拍的加速。那么你是加速撞击也好，你看撞击摩擦，你顶一下拍，你试试，球的质量马上提高关键食指不要浪费了，一共就这5个手指头，这儿的这节的力量不要给它浪费了顶住顶住顶住。还有刚开始打球的人刚开始打球的人，大家是不是手指都是容易上这儿来？这个问题怎么改呢？如果你打球的时候，你的手指刚开始学的时候，你可以稍稍的，你看勾一点这块的球拍，你先养成这个发力的习惯你先养成这种发力的习惯。你看稍微勾一点，如果他喜欢窜或者发不上力，你可以稍稍的食指，因为我是女孩子，我都能够到这个位置，大家肯定更没问题了，男士肯定更没问题把这个位置稍微的你看回勾一点点，然后你在发力的时候，咱们周末就用好不好？大家答应我，你正手发力的时候，你不再是虚的了，你感受你的小手食指的力量，顶拍这一瞬间摩擦就往上顶如果这时候我下一球，我的摩擦就往上顶，如果这球是上一球撞击，这个手指就往前顶，如果是摩擦，我就摩擦向前，摩擦向上，小手指在后面拍子后面这一节的力量充分的把它用出来。我不敢说能让大家就是一下什么涨2分的，但是你球的某种质量你会感觉哇提高好多真的有变化，试一下。其实你改变的就是这个
改变的就是这个位置，非常的有用，明天就试，好多人都已经迫不及待了，是不是？